今天我们要介绍从 Q3D 输出不同的模型。最常用的模型有3种 ：Spice Model、S 参数 Model 跟 IBIS Model。Spice Model 是一种单频点的模型，它并不是宽频的，但是它的最大好处是你不用担心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的问题。但是因为它是窄频，所以用来做 SIPI、EMC 的模拟是有限制的。S 参数 model 相对于 Spice model 来讲，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一个宽频的 model， 但是相对的，你也必须确保你抽出来的 S 参数的模型满足 Passivity 跟 Causality， 否则就容易引起不收敛的问题。那这边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有一些 user 有一种不好的使用习惯，当他碰到了 S 参数 non-passivity 或 non-causality 的时候，他最直接的做他直接把 S 参数转成 Spice model。我称这种方法就是巨舰疗伤，把一个宽频的 model 转成窄频的 model， 只为了解决不收敛的问题。那你当初何必抽宽频的 model 呢？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我们后面会安排一堂课来特别说明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再来，我们来谈 IBIS model。IBIS model 它有好几种副档名。那我们最常见的是点 PKG 跟点 IBS， 还有另外一种是 ICM 但是那个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这两种点 PKG 跟点 IBS 都是 IBIS model， 但是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点 IBS 它是用来描述 I/O 的主动行为，它可以 drive high、drive low 的是一个主动模型，所以这种 model 并不是 extraction 的 tool 可以提供的，它通常是IC 的 design house， 他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可以由 Spice model 转出来，或者是你本身你是 IC designer， 你知道你设计 I/O 的行为，有一些商用的软体，它可以透过对 I/O toggle 行为的 behavior 的描述来产生 I/O 的点 IBS model。点 PKG 也是 IBIS model， 但是它描述的就是 I/O 的每一只脚RLC 寄生效应，来自封装的 RLC 寄生效应。那这个就是 Q3D 或者是 SIFCPA 可以做的。所以说，点 IBS 跟点 PKG 是完全意义不一样的东西。你要一个做封装的公司提供点 IBS， 那你完全是搞错了。那我们来看 Q3D 的输出界面，在 Matrix 下面有2个按钮，这个可以提供Spice 跟 IBIS 的输出，这里是可以提供 S 参数。那我们顺着这个画面的操作，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第2个步骤，你可以选择你要哪一种档案的格式输出，不管是 Spice 或者是 IBIS。那你如果选择 Spice 的话呢，由于它是一个单频点的一个 model， 所以你可以指定你要输出的频点。那这个频点就看你的扫频的范围有指定的，那你都可以在这里选择。接着你这边会有一些选项，那至于这里要怎么选才会正确呢？我们待会就会接着讲。然后这里也会有一个叫做 number of cell，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待会也会讲。那这些都设定完以后，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个 preview， 去检视你的档案，或者是直接就输出。我们接着来谈 Spice 输出时，这里怎么选择？之前说过，建议的做法是从 sweep 输出来取值。那从 sweep 输出来取值的时候呢 ，CG 要勾这个没有问题。那最常有疑问的是，我这里要勾 ACR 还是 DC 加 ACR 呢？请各位回想，我们之前有说过，当你从 sweep 取值的时候 ，Q3D 是用一个 DC 加 AC 的混合模型来得到结果。所以，当你在 sweep 底下输出 ACR 的时候，事实上它就已经 total R 了。你不需要再去选 DC 加 AC。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去选 DC 加 AC 的话，你的 DC 会算2次。那我们再来看，对于 L 的部分我们要怎么选？那我们知道说 L 随频率增加会略微减少，但是这个减少的量一般很小，这个减少的量很小，可能是 10% 上下，顶多到 20%。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选 ACL，就代表你是选了一个比较小的 L， 也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那你如果选的是一个 DCL 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大的 L， 也就是 worst case。这两个选择其实都是对的。那我们如果直接使用 least adaptive，当然你要用 least adaptive 的前提是你一定 solution frequency 要设在 AC region， 这个我们先前再三强调的。如果你已经 follow 这样的 rule， 那你直接要从 least adaptive 取值，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注意了，这个时候你的 ACR 就不是 total R， 你必须手动再加上 DCR 才是 total R， 所以你要选这个所以你就不能只勾 ACR， 否则你就没有算到 DC 了。你勾这个选项，这是算第二种做法。那前一页的第一种做法跟这一页的第二种做法，基本上两个方法都是对的，但两个的结果不会一模一样。原因是这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所以它不会完全的一模一样。我们会建议统一由 sweep 来取值，以避免困扰。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number of cell， 它的意思是我输出 SPICE model 用梯形的 SPICE model 来表示的时候，我以几个梯形来表示。我输入1就长这个样子，输入2就长这个样子。有人称这种 model 越多个梯形、小梯形来组合，就是越复杂的 lump model， 称它比较 high order。Anyway，high order 或者是比较多 cell 的 SPICE model， 我们预期它的宽频的 behavior 会好一点。但即使是这样 ，SPICE model 单频就是单频，即便你把它拆成很复杂的 lump model， 它的频宽表现能够扩展的还是有限。所以一般来说，这边我们不会建议它特别去把它增加设定。为什么呢？你把这个值加大了以后反而你的 model 变得很复杂，不但你难以去肉眼去辨识说，你 model 里面的 netlist 到底是RLC 值大概是什么状况，而且有可能 for 某一些软体，它的收敛性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变差。那再来，如果我要 export IBIS model 的时候，你这边就可以选，就可以看到说，那 Q3D 有支持可以吐出点 PKG 跟点 ICM， 但是这边就注意了它没有 support 点 IBS 那为什么不 support 点 IBS？ 因为这是一种主动的 IO 行为，它必须有你怎么描述这只脚，怎么铺 high， 怎么铺 low 的 waveform， 这些其实是有 IC DRAM House 有，封装厂是不会有的。那可是进一步的，封装厂的 user 可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Q3D 吐出的点 package model 点 PKG 怎么 attach 到 IBS 里面去使用呢？因为点 PKG 确实是点 IBS 里面描述的一部分。那我们就来说明这一件事情。在 IBIS model 里面其实它有3种描述 IO 寄生参数的方法。第一种就是呢，最简单的 default 定义每一只脚的 RLC 都是一样，而且呢 RLC 呢，我用一个 minima、maxima 跟 typical 来表示，这个是最粗略的。那再更精准一点的就是我by pin 去描述，但是这个都是只有 self 的 RLC，那他也没有告诉你这是哪一个频点，他也不会告诉你说这个是1 mega 的还是100 mega 的，所以这个值基本上也是安心的啦，而且它也没有互容互感，全部是 self。那再更精准一点，就是它在档案的后面，它会有一个叫做 package model， 这个 package model 就是 Q3D 吐出来的点 PKG。那这3个定义分别会在我们 designer 吃入这个 IBIS model 的时候，你要决定你要用哪一个，你要用 package 还是用 pin。那我们就直接开一个 IBIS 的 viewer 来看一个美光的 IBIS model。美光的 IBIS model 其实是业界做最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IBIS model 的档头通常会有它的IBIS 的版次，然后它的这个一些版权声明。好，那我们重要的要来看，我们刚才 package model 在哪里？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好 ，package model， 这个 package model 就是这个 package。好，那这个 package 的 model 定义在哪里呢？来，我们来往后面的，通常是定义在 IBIS model 的后面，它会写在后面的地方。来，这里有没有看到 package model？
们点过来，就会看到这个 package model， 后面这里就是点 PKG 的格式，你只要把它贴过来就好了。好，但是你要注意一些宣告啦、一些语法啦，这些要符合这个 IBIS 的规范哈。那说起来很简单呐，但是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常常 user 直接把点 PKG 贴过来，然后发现这个 IBIS 不会 work。好，那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你的档案的点 PKG 的 pin name 或者是 pin 的数目，跟你在这个原本 IBIS model 里面的这个 component 里面定义的不一样，对不起来。因为常常有的时候 IC team 的人提供 IBIS 点 IBIS model， 要封装 team 提供点 PKG， 但是封装 team 的跟 IC team 的它的 die name、pin name 的数目或名称没有完全对起来，那你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冲突。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做会有很多的细节，你必须要注意。